I am the reason OpenAI exists. I paid enough for health insurance. I have no equity in OpenAI. Why should we trust you? You shouldn't. 就在前几天，也就是2026年的4月27日的加州联邦法院，马斯克要求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赔偿自己1500亿美元，这笔钱是他当年捐款额的4000倍。马斯克指控奥特曼背叛公众利益，把两人共同创办的慈善初衷变成了估值8500亿的私人帝国，而他这个创始人却被扫地出门。Yeah, I fully admit to being a huge idiot here. 马斯克觉得自己被骗了，但当你翻开庭审中那些被公开的绝密文件，你会发现这场足以掀翻整个科技圈的世纪官司，从第一天开始可能就没一个好人。要理解今天法庭上这两个人在吵什么呀，咱们得先回到2015年，当时谷歌收购 DeepMind 之后，已经垄断了全球3/4的 AI 人才。而当马斯克跟他的朋友谷歌创始人 Larry Page 在深夜讨论 AI 对人类的安全问题时， Larry 不在乎的态度让马斯克心生一阵寒意。 Larry was not taking AI safety seriously enough. I said, well, what about, we're going to make sure humanity's okay here. And then he called me a speciesist.That was the last straw. 就是这句话让马斯克决定他需要亲自下场建一个能跟谷歌抗衡的东西。这时奥特曼出现了。不是这个奥特曼，是 Sam Altman。当时硅谷新秀的奥特曼带着一张完美的饼，跟马斯克说，我们联手建一个公开的非盈利的 AI 实验室，不追求商业利益，只为造福人类。 And that's why we're a nonprofit. We don't ever want to be making decisions to benefit shareholders.The only people we want to be accountable to is sort of humanity as a whole. 马斯克心想，天助我也，他与奥特曼一拍即合，于是陆续捐出3800万美元，动用私人关系从谷歌挖来了顶尖研究员，甚至连公司的名字都是他起的。It wouldn't exist without me. It wouldn't exist without you. So I came up with a name. 当然，马斯克也并不单纯，他习惯了谁给钱谁就有话语权的模式。2018年，当他发现自己无法完全控制 OpenAI 的方向时，他露出了獠牙。他提出要全面接管公司，并把 OpenAI 并入特斯拉。根据 OpenAI 官方公开的邮件记录里显示，当时马斯克是这样说的：放眼望去，唯一能指望和谷歌抗衡的也就是特斯拉了，干脆把 OpenAI 并入特斯拉，把它当成源源不断的现金来源。马斯克想把 OpenAI 变成特斯拉的子公司，这个方案被奥特曼一票否决。马斯克摔门而去，撤资时丢下一句话：离开了我，你啥也不是。而这笔没有任何书面合同的3800万美元成了今天法庭上的第一轮撕逼。马斯克说，我被骗了，我是为了非盈利才出的钱。 OpenAI 反击， Objection！ 你撤资根本不是因为初心，而是因为你没拿到控制权。当初摔门而去的马斯克以为断了粮，这群人就会跪着回来求他，但奥特曼接下来做的这件事不仅让 OpenAI 活了下来，还让它变成了历史上估值增长最快的公司之一。只是这条活路是用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代价换来的，而这个代价也成了马斯克今天起诉书里攻击最猛的靶子。马斯克走了， OpenAI 的资金链几乎断裂。作为一个非盈利机构，靠捐款根本填不平 AI 训练的无底洞。 We had tried and failed enough to raise the money as a nonprofit. We didn't see a path forward there. 为了活命，奥特曼展现了他作为顶级商人的手腕。2019年，他把 OpenAI 改成了非盈利控制盈利的混血结构，也就是非盈利的母体还在，但下面多了一个可以融资、可以赚钱的盈利子公司。他还在这个盈利子公司里设置了一个利润上限，意思是我们要赚钱，但我们有良心，设定了利润上限，那多赚的钱就全部捐给人类。Our nonprofit is still fully in charge. There is a subsidiary capped profit so that our investors and employees can earn a certain fixed return. And then beyond that, everything else flows to the nonprofit. 但注意，这是整场官司里马斯克攻击最狠的骗局。这个所谓的上限被设定为投资额的100倍，而且每年还要复利增长20%。说人话就是，这个利润上限是设立给我们大众看的，因为投资人这辈子都不可能赚到那个数。所谓造福人类的回流利润，目前看就是纯忽悠。忽悠，接着忽悠。就是这套高明的结构调来了最想翻身的大鱼微软。
2019年，微软投资10亿美元，拿到了 OpenAI 的独家商业授权，也就是说 ，OpenAI 的研究成果会被微软整合进自己家的产品里。但有趣的是，这10亿美元不是现金哦，而是 Azure 云计算的代金券。说白了就是微软给了 OpenAI 一张只能在微软自己平台上用的购物卡。微软也真是心机 boy， 想泡妞还不愿意花真金白银。但这对半路夫妻其实各怀鬼胎，奥特曼想先抱微软的大腿活下去，等羽翼丰满后再一脚踹开糟老头子。而微软的如意算盘是趁火打劫，用购物卡换走 OpenAI 的独家技术，反超 Google。两个心机 boy 谁也没把谁当真朋友，但他们的联手把马斯克气个半死，大骂 OpenAI 是微软的狗腿子。马斯克在法庭上控诉，我出钱是为了对抗巨头垄断，结果你 OpenAI 拿着我的钱打地基，然后反手就把技术卖给了另一个巨头。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这就是今天官司里最精彩的罗生门。马斯克说你背叛使命，奥特曼反击说马斯克是玩不起的竞争对手。 Elon tries all sorts of things for a long time. I think he's probably just trying to slow us down. He obviously is a competitor, trying to compete with us from a technological perspective, from getting the product into the market. I wish he would just compete by building a better product, but I think there's been a lot of tactics, many lawsuits, all sorts of other crazy stuff. 2023年 ChatGPT 全球爆火， OpenAI 母凭子贵，一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了估值860亿美元的独角兽。微软追加100亿美元的投资，奥特曼彻底成了硅谷的造神者。 And I think that's Altman's superpower. He's really good at selling a vision and getting people on board, and he knows a lot of people with deep pockets. 但当你凝聚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聚你。曾经那个只对人类负责的屠龙少年奥特曼，此时已经一脚踏上了成为恶龙的路，而这一切马斯克都看在眼里。 Let's say you funded an organization to save the Amazon rainforest. Instead, they became a lumber company and chopped down the forest and sold it for money. And you'd be therefore like, oh, wait a second, that's the exact opposite of what I gave the money for. 他也没闲着。2023年，马斯克创立了自己的 AI 公司 xAI， 推出了 Grok。而与此同时，奥特曼对 OpenAI 激进的转型方向，也让内部矛盾越来越剑拔弩张。由此，一场震惊全球科技圈的宫斗大戏正式拉开帷幕。如果你也喜欢这类型的视频，请点击关注本频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OpenAI 的那场宫斗到底发生了什么。2023年11月 ，OpenAI 董事毫无预兆地开除了奥特曼，理由是奥特曼对董事会不够坦诚，而背后更深的原因是那帮坚守初心的董事会成员想拉住这头奔向金钱的怪兽。他们发现奥特曼一边执掌 OpenAI， 一边悄悄个人投资核能、芯片等公司，然后转头就让 OpenAI 去采购这些公司的产品。这种左手倒右手的利益输送全藏在造福人类的旗号下，奥特曼前脚被赶走，微软后脚就上演英雄救美，对外宣布敞开怀抱，愿意给奥特曼一个家。 Sam Altman once chose Microsoft, and he chose Microsoft again. 与此同时 ，OpenAI 超过700名员工联名威胁辞职，说要跟着奥特曼走。仅仅5天，奥特曼就凭借着背后的资本力量上演了一出《甄嬛传》的熹妃回宫。他重组了董事会，把所有敢质疑他的理想主义者全部清洗出门。He is a high-minded idealist, and at the same time, he's a ruthless capitalist. 这不是正义的胜利啊，这是资本和人心的双重绞杀。在马斯克的律师看来，这场宫斗不是 OpenAI 的内讧，而是奥特曼利用资本和人心完成的对 OpenAI 一场系统性的清洗。铲除异己后的奥特曼再无阻碍，但就在奥特曼以为自己已经成为了 AI 界无法撼动的神的时候，法庭上被公开的一份秘密文件直接把他拉下了神坛。前几天的第1轮庭审上，法庭公开的这份秘密文件成了全场最致命的核弹。那是 OpenAI 总裁 Brockman 在2017年写的私人笔记。笔记里写道，不能说我们致力于非盈利事业，那是撒谎。真实的答案是我们想让马斯克出局，我们仍然想做盈利业务，只是不想带上他。这段话直接撕碎了奥特曼维持多年的体面。
原来所谓的被迫转型全是在演戏，而所谓的坚守初心，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替马斯克出局而精心编织的谎言。Objection！ 马斯克的律师在法庭上控诉，这是一场长达10年的预谋。而当这本日记本里的阴谋终于扫清了最后的障碍，奥特曼就不再需要伪装了。借着宫斗后的余威，奥特曼正式开始了最后肆无忌惮的收割。2025年10月 ，OpenAI 宣布重组为公共利益企业。这次转型悄悄做了3件事。第一，资产转移，把技术资产的控制权从非盈利组织转移到了盈利公司。第二，移除上限，彻底移除对投资者的回报上限。第三，大权独揽，削弱非盈利董事会的话语权。简单来说，这个新的商业结构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非盈利的招牌，干着资本运作的事儿，用造福人类的话术给自己的商业野心当挡箭牌，都是骗人的。但业内所有明眼人都看出来了，这就是一场极其周密的上市前期清账运动。如果不把结构改了，一个非盈利组织是无法合理的为股东创造价值的。但 OpenAI 在这里表现得极其绿茶，一边紧锣密鼓地做着上市的准备，一边在采访里疯狂否认。 Okay, so we're not getting ready. We're not getting ready for an IPO. IPO is not on the cards right now. 呵呵，嘴上说不急，身体却很诚实。OpenAI 此时已经完成了1220亿美元的新一轮融资，估值冲向8520亿，甚至通过银行渠道向普通散户开放了30亿的额度。更夸张的是，他们已经连续搞了2轮员工套现，合计金额超过80亿美元。我的天哪！咱就是说呀，所有不以上市为目的的100亿级融资和全员套现都是耍流氓。这么大的资本胃口，如果不上市，投资人的钱怎么拿回来呢？更打脸的是奥特曼关于股权的人设，他曾经在国会立下无股权圣人的牌坊，说自己没有股份，只是因为热爱。 You make a lot of money, do you? I make no. I'm paid enough for health insurance. I have no equity in OpenAI. Really? Yeah. That's interesting. You need a lawyer or an agent? I'm doing this because I love it. 可如今他被爆出在讨论拿走7%的个人股权，按现在的估值啊，那就是整整600亿美元。而2025年 OpenAI 官网上对于改变商业结构的解释是，我们将不再采用目前这种复杂的限额利润结构，而是转向一种正常的资本结构，让每个人都持有股份。短短10年，奥特曼就完成了从热血创业者到顶级虐食者的进化。当初那个宣称永不追求利润的屠龙少年，如今却在金钱游戏里玩得比谁都熟练。也正是这种判若两人的巨变，让马斯克彻底破防，在推特上大骂他不是 Sam Altman， 而是 Scam Altman。 You have an incredible amount of power. Why should we trust you? You shouldn't. 结合现在发生的一切，这可能是奥特曼说过最诚实的一句话。马斯克这种我过不好，谁也别想好过的疯劲儿，直接一拳砸在了 OpenAI 的命门上。他要的哪只是那1500亿，他真正的杀招是要求法院撤销 OpenAI 所有的盈利性重组。想象一下，如果马斯克赢了， OpenAI 就得被迫散伙，打回慈善原型，那些被锁在保险柜里的核心技术就通通都得强制公开。这时候最坐不住的不是奥特曼，而是那个一直躲在幕后闷声发大财的超级庄家微软。作为 OpenAI 背后的隐形大佬，微软这些年砸下100亿美金，原本以为买到了通往未来的门票，结果马斯克这一铲子直接挖到了微软的祖坟上。这对微软来说简直是当场索命啊！它不仅可能失去对技术的垄断，甚至还要面临法律层面的巨额清算。原本以为捡了个大便宜，现在看啊，这何止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简直是砸了自己的命根子。1个字惨，2个字好惨，3个字惨惨惨。眼看马斯克这个疯子真的要拆了这台印钞机，一直稳坐钓鱼台的大佬终于急了。就在庭审的这一周，2026年4月27日 ，OpenAI 突然宣布结束与微软的独家合作，转为开放式关系。这个时间点极其微妙，是微软感受到了官司压力，急着切割保命，还是随着重组落地，微软已经稳稳拿到了27%的股权，觉得没有必要再顶着垄断的骂名，而是换个姿势继续躺赚？
是断臂求生，还是以退为进？微软始终闭口不谈。但这场从第一天起就各怀鬼胎的剧本，注定写不出一个同舟共济的结局。现在这场世纪官司才刚刚打响，马斯克和奥特曼这两人在法庭上都表现得自己才是人类文明的守护者，一个说要守护非盈利的生活，一个说要带人类走向通用人工智能。但拨开法庭上的层层云雾，你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正义与邪恶的战争，而是两头巨兽在争夺 AI 时代的话语权。 My worst fear is that we, the field, the technology, the industry, cause significant harm to the world. If this technology goes wrong, it can go quite wrong. We don't want this to be sort of a profit-maximizing demon from hell. That's right. That just never stops. 他们都怕 AI 走错方向，但他们更怕的是这个方向不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论最后判决如何，这场1500亿的官司对整个 AI 科技行业来说都有巨大的冲击，都是一场血雨腥风。同时他也告诉我们，在资本极致的诱惑面前没有圣人，就像曾经马斯克的发问， Let's say they do create some digital superintelligence, almost godlike intelligence. Well, who's in control? 那么这场官司你站马斯克还是奥特曼？评论区告诉我，我们下个视频再见。